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OK，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散热产业要介绍的最后一档个股，就是建策号。好，我想散热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连续讲了3周，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呢，就是说散热这个产业呢无所不在，包括呢最近很夯的网通，比如说5G 啊、元宇宙啊、电竞这些，然后消费性电子的部分，还有工业用以及医疗用，还有呢新能源的部分，包括电动车、储能、创能这些我们之前才刚刚介绍过的产业的部分。那更多元化的散热方案这个地方呢，过去我们用的散热方式都是用什么均热管或者什么那个均热板管或管，然后搭配怎么样风扇，然后那个传导出去。可是呢，最新在散热气冷的部分，它是用 3DVC 为那个高功率的那个散热，但是它的单价呢就比旧的单价要来贵的2到3倍，或者我们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液冷散热，或是我们又称水冷散热，它是利用水循环，那个散热效果呢比气冷好，但是呢价格更贵，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越往高阶走，单价越高，所以在散热方面相关的概念股这个地方，他们的毛利率就有什么扩大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过去都是以气冷这个地方传统的为主后来走到液冷，然后这个地方还有浸没式的液冷散热这个地方，那整个年复合成长率到2028年呢，研调机构的预估年复合成长率将近 10%， 所以我们这边要告诉大家呢，我们878投资传承是一个为您做深度的基本面以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带你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所以为了表示您对我们的支持，在这边要提醒你，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我们接下去我们就来讲一下建策它的那个产品比重分析的部分。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散热产品这个地方呢，那均热片这个地方为主然后它整个成长率有没有2022跟2021比较，有没有它的营业比重往上提升了怎么样 10%。 那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像一些导线架这边的比重这个地方就降下去。那建策这家公司呢，它是从汽车音响啊、电视遥控器，然后一直做到 LED 导线架，到现在的均热片。那随着呢不断的提升技术，让公司的怎么营运持续的成长。那建策呢，它本身有2大的散热产品，那一个是呢电子冷却的运用，就包括了均热片啊这些东西。那一个呢是在汽车散热的运用，那分布在汽车不同的就是零组件这个地方。那这个气冷散热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刚之前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产业的部分，就是说用导热管或均热片，然后搭配那个风扇把热传出去这个地方。那目前虽然气冷是主流，但是未来的趋势就是液冷那因为它目前的单价高，那随着就是说不断有利润的话，业者不断的加入，那这边的价格就会慢慢的往下降。那建策呢，它是为就是超微的均热片唯一的供应商，那目前也打进了辉达的那个供应链，大概占营收20%左右。那建策也布局在那个液冷散热的模组，那触角逐渐就是多元化。那在财务分析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依照我们过去来看的话，我们每次都会讲到股东权益报酬率。那它的公司呢，就是用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益，或者用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乘以权益乘数。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建设2018年呢一直到2022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它的 ROE 从2018年的 10.68% 怎么样一路的往上的做一个推升的动作，即使到了2020年这个地方有遇到了新冠肺炎，它还是持续的做一个成长。好，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 ROE 这个地方的成长是来自于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逐步往上做一个推升，还有它的那个总资产周转率也是往上提升，代表设备利用率也提升了。然后在权益乘数的部分这个地方呢，这2年也去慢慢做一个提升的动作，所以它的 ROE 这个地方是来自于税后存益率、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这个地方3项都有做改善的动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手上最新的数字，到了上半年为止的话，第2季建策的毛利率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3档个股，就是包括了7
旗红啊、双红啊，还有建准比较起来，它第二季的毛利率相对比较高，他们都大概2成左右，达到了31.1%。那以2023年的 EPS， 法人预估是19.69元，然后这个地方它是大概是持平左右。在2024年这个地方呢，它持续的做一个怎么样成长，恢复2成以上成长 ，EPS 可以到达24.2亿元。那这个地方呢，建测的均热片主要的客户有 AMD 还有 Intel， 然后是放在 CPU 或 GPU 的散热的材料。那2023年受到传统伺服器这个地方有一些业者虽然缩减资本支出以及库存调整，再加上传统的 PC 跟 NP 买气这边比较低，所以2023年我们看它那个获利成长性法人预估并不高，就是持平。但是2024年预估这个地方会重新就是它的产力道会重新展开。所以我讲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知道，我讲完这个基本面你就知道它未来的股价和成长性会是怎么做表现。好，我们接下去我们看一下技术面的分析来讲的话，一样跟过去介绍一样，好，我们来分标股的买法跟标股的卖法。好，你说 Judy 这又一样，这当然要一样啦，因为很多投资人反复的听他才会慢慢的怎么样内化到他的脑袋里面，不然看到现行也看不懂。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如果你手上持股是多方不断创新高，你只要注意一点，怎么样呢？就是过前波高点的时候，它有没有长红棒带大量？如果有的话，代表 AB 段这个地方用我们教的 N 型理论，你就可以算出怎么样它的目标价了哈。那第二个呢，过末跌高，就是说如果下跌一个 N 的话，那它前面的末跌高跟波段高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过末跌高之前，股价都是反弹。过了末跌高，一定要带什么大量加长红棒，过关以后就很容易再去挑战什么波段高哈。大家就有看到这个公式。那如果说下跌比较多，是下跌一个 N 加 N 呢？那在这个地方大家比较容易弄错，就是说，大家以为比照这边前波高点就是末跌高，不是哦。如果是 N 型 N 加 N 型再扩大的话，末跌高是在2高的位置，也就是 B 坡高，这边是大 A 坡，这边大 B 坡，这边是大 C 坡。所以说呢，在没有过末跌高之前，这边都叫做反弹，过了末跌高才是由空翻多，变成一个什么回升的行情。那大家就可以很多人都很喜欢问 Judy 一句话说，怎么样去抓很容易涨停板的股票？就是在过关键位置的时候很容易，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会收停板没错，可是有的时候它会收什么长上影线，为什么呢？就是假突破。那你说我要怎么看呢？通常真突破的时候呢，它会带大量，而且它会一路从开盘攻到收盘，那个涨停都是锁的死死的啊。如果你看盘中开关关的话，隔天其实就很容易拉回。所以当你发现长红棒出现的时候，可以不用急着追，因为长红棒的特性是我们在力道 K 棒里面讲，它有上下颈线，你可以等它量缩拉回下颈线的时候再买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监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讲，你看哈，我们监测这个地方它是下跌的怎么 N 加 N， 那它这个末跌高在这个地方，它的波段高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两个价位非常的接近？没有错。结果后来你们有发现，在突破过程中打出了什么关键 K 棒，可是呢，它这个关键 K 棒有回撤的时候，它把这个关键 K 棒的红棒有没有跌破了？所以后面就是一个什么盘涨行情。可是这一波就不同，这一波怎么样呢？这一波它过关的时候呢，它这根红棒还没有跌破，所以它这一波要拉回来的过程之中呢，它就是要回测这个什么这个图形上这个2高的位置这边的红棒的支撑力的强弱。那你说像 Judy 你之前教过我们长红棒的被跌破的这一根一跌破的时候逢高我们要站在一个卖出的动作嘛，没有错。那你说像这种红棒黑棒然后又红棒，那我也不知道后面要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说，当最后一根红棒跌破以后，它不管是以盘带跌或者是说45度的下跌过程中，它都要做一个整理的走势。你说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介入呢？它一会红棒一会黑棒，当然就是你跳在我们现在是月线图，你就要跳在降一个位阶，就是我们在周线图或在日线图，我们去把它的什么末跌高跟波段高算出来，也就是说长红棒过了末跌高或波段高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做一个介入，不然这个地方我们都把它当做什么在整理只是说强势的整理可能用横盘的方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很多投资人都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一推片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是名牌，哪有那么多名牌啊？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878投资传承从选股到上片约有1季的时间落差，所以我们传达是一个长期正确的投资逻辑。比如说我们告诉你说在 5G 跟 AI 还有电动车以及在绿色能源的趋势之下呢，他们都少不了要什么散热模组。所以散热模组如果你选占它营业比重比较高，而且是朝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以水冷式的发展为一个主要未来的趋势，就是说如果公司都是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手上握有大客户，然后技术不断持续的跟着市场进步的话，那自然而然它长线是没有问题的。那反映到长线没有问题，业绩就会持续的成长，所以股价自有它循环的周期。那我们可以用 N 型理论来定位。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面介绍的几档个股，如果说它的基本面强， EPS 成长力道高的时候，它股价就是呈现什么45度的軋空行情。可是呢，如果说它成长力道比较缓的像比如说我们已经有2档个股今年成长力是持平了，那它的股价走就比较容易走什么盘涨格局。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基本面搭配技术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 N 型理论做个定位，我就可以多空灵活的操作技术面，而不是说所有的 YouTuber 或者说我们878上片它就是名牌，哪有可能呢？连 Judy 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片子今天播的监测是什么时候上片，因为是交由后制公司这个地方去制作，我也不晓得说它会分1片还是2片啊，我怎么可以去决定上片的时间所以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名牌，而是把它当做你的核心持股的一个标的，然后到回档的时候量缩守支撑的时候你可以去买它，或者它关键 K 棒打出来拉回的时候你去买，这才是正确的选股方式。好，那我们来看看标股如何出场，这我们之前每周也会做一个介绍，就是说回档的时候它有不同的状况。第一种最好就是守住1/2，都是像我们介绍一些比较强的强势股在主流产业然后如果你又是这个主流产业里面的领导个股的话，那你回档一定会守住1/2。可是呢，如果说你虽然在这些产业里面你的营业比重只有一点点然后你的竞争对手又很多的话，那回档过程中就很容易怎么样？跌破1/2，跌破1/2也没关系嘛，只要说你跌破1/2以后，你的侧幅 N 或你的扩大 N 还可以以长红棒过了什么末跌高跟波段高又加打量，那是不是就是关键 K 棒？所以说当你跌破1/2又出现关键 K 棒的时候，你一样可以赚到侧幅 N 或扩大 N 型的败部复活的成功上涨 N 的或45度的获利。那除非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样？就是说你选错了产业，或者说呢你选对产业，可是你选的那个标的呢，它的公司就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呢运转没有那么顺利的话，那很容易怎么样？下跌 N 型再扩大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直接用之前也讲过这支标的就中华电信，大家也知道嘛，他做的就每天等着什么现金流进来，然后一天到晚就用升级把你加价一天到晚就打电话跟你讲说你不要升300枚啊那好，这边我们就看一下，你看像这种现金流量的个股，它这个地方是不是回档的时候量缩就有守住1/2，所以它就是我前面说的回档只有1撇就守住1/2。那这种标的呢，它过的时候你看说好像没有长红棒下面没有大量，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盘涨格局，而不是什么軋空的行情。那可是这个稳稳做也是一种那个长期投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档个股，然后我们看研化，那它也是一样的情形，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当它在过新高展开45度攻击的时候，一定会有插棒，然后接下去才会展开怎么样45度的攻击。那有的时候是盘涨，有时候是45度，在于你所出现的关键 K 棒拉回的时候，你那个关键 K 棒的原就是开盘价，也就是原点那时候有没有跌破？如果有跌破的话，就容易是盘涨。像这次也是一样，是不是一突破又来一个插棒？那你就了解这家个股的股性是什么，容易盘涨，那你就不会在一过的时候就去过高的时候就去追它。为什么？因为你都知道它都还会怎么样拉回做一个整理的动作这样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好，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监测的介绍。那我们整个散热模组的专题就在这个礼拜告一个段落。你问 Judy 下个礼拜讲什么呢？你看了就知道。OK，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